今天我们来说天之四灵之一的朱雀。谁能想到这只与青龙、白虎、玄武并称、比肩凤凰的神鸟，最初的原型其实是一只鹌鹑。故事还要从3000年前的一个传说开始说起。公元前1059年5月底的一天傍晚时分，星星在夜空中若隐若现。此时一个人独自登上了岐山，他站在山顶向西仰望，一个奇异的景象顿时映入眼帘。夜空中一只美丽的大鸟衔着一块玉龟翱翔在天际，那个人就是周文王。他认为美丽的大鸟口中所衔的玉龟象征着新的王权，这个大祥瑞昭示着重大的事件即将发生。13年后，他的儿子周武王在牧野之战中击败商纣王，建立了持续近800年的周王朝。3000多年后，天文学家追踪并证实了公元前1059年周文王所看到的奇异景象。原来公元前1059年的5月，在星空中四处游弋的金木水火土5大行星，在这一天汇聚于南方七宿中的锦宿和癸宿附近。因为整个南方七宿的星光都比较暗弱，所以明亮的5大行星汇聚其间时就显得非常引人注目。这次堪称旷世奇观的汇聚，让五星看起来如同一块绝美的玉龟高挂在天际。在五星之上，周文王所见的那只美丽大鸟，仿佛正把那块玉龟衔在口中，将要俯冲而下。这个3000多年前的壮丽景观被竹书纪年记载了下来，并称其为五星聚于景轨，古人诚不我欺。而周文王看到的美丽大鸟，其实就是南方七宿大名鼎鼎4象之一的朱雀。由于地球围绕太阳公转，天空的星象也随着季节转换，秋冬之交，南方的夜空就会被南方七宿所占据。古人将这七宿锦、癸、柳、辛、张、翼、轸的组合想象成为鸟的形象，并命名为朱雀。而其中著名的癸宿就是这只火红色大鸟的头部，因此也被星战家视为天目。癸宿又名鱼鬼，鱼的本意是车厢，后来引申出车、轿、台等等意思。在西安交大汉墓星图中，就是以2人抬着一个4人飞人的鬼来表现癸宿。天目正中的瞳孔就是极尸气，它是一组雾状的密集星团，也被称为天尸。在星战中主死丧之事，极尸气看上去如同夜空中的鬼火一般若隐若现，加上它又出现在寒风凛冽的冬夜，自然令人感到神秘和阴森恐怖。除了癸宿之外，其余6宿也产生了天狼、天井、南极仙翁、土神勾龙等诸多丰富的神话故事。想要详细了解的朋友们可以点赞关注支持一下大脸怪，以后酌情为诸君单独介绍。七宿中除锦、癸、轸3宿之外，其余4宿都与鸟有关。柳宿为鸟嘴，辛宿为鸟颈，张宿为宿囊，翼宿为翅膀，它们一起组成了一只鸟。最初时，这只鸟并非什么神秘莫测的稀罕之物，而不过是再普通不过的鹌鹑。沈括的《梦溪笔谈象书一》中说，天文家诸鸟乃取象于唇，故南方诸鸟七宿曰唇首、唇尾是也。朱雀七宿中，锦宿和癸宿组成了唇首，翼宿和轸宿组成了唇尾。短小的唇尾完全符合鹌鹑秃尾巴的特征。滕王阁序中的那句星分翼轸，地接横庐，其中的翼轸就是唇尾的翼宿和轸宿。而居中的柳、辛、张3宿则组成了唇火，位于七宿的中部，代表了纯鸟的身体。中国古代用来标记木星运行位置的著名天文术语岁在唇火，指的就是木星出现在南方七宿中间部分的天象。梦溪笔谈中所说的取象于唇中的唇，就是我们现在能够见到的鹌鹑。其实在古代，鹌鹑是2种动物，本草纲目秦部中就说到，鹌与鹑两物也，形状相似，具黑色，但无斑者为鹌也，今人总以鹌鹑名之。鹌和鹑的长相几乎一样，没有斑点的是鹌，有斑点的是鹑，所以更准确的说，朱雀最初的原型是身上有斑点的鹑。虽然长相极其相似，但是鹌和鹑在远古人心中的地位却有着天壤之别。山海经西山经中说，昆仑之丘有鸟焉，其名曰鹑鸟，是司地之百福。在上古神话中不二的神山，天帝在人间的行宫昆仑之丘上居住着鹑鸟。很多研究者认为，它主管天帝起居的各种器用和服饰。其实这未必是正确的理解。所谓百服，并非是各种服饰，而可能是百藏的误写。汉代竹简帛书中的藏字常写作慎字，可能因为这个字的汉隶与福字非常相似，所以被后人误写为福。山海经兼书中说，百藏言百物之所藏。鹑鸟司地之百藏，表明它作为候鸟的迁徙与季节的关系。鹑鸟每年从北方寒地迁徙到南方温暖地区时，正是农作物收割完毕入仓的丰收时节，于是古人把它们视作带来丰收的祥瑞之鸟。
这恐怕就是看似普通的纯鸟能成为天之四象之一的主要原因。纯鸟因为下巴、喉部都呈现红色，胸部也多呈现红褐色，故而也被很多文献称为朱鸟，后来逐渐演变成为朱雀。那么一个困扰很多人的问题就来了，朱雀和凤凰之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要解开这个谜团，就还要从朱雀的演变开始说起。一般认为，关于朱雀的最早记载来自于商朝的甲骨文，有一段卜辞的原文是这么说的：丁巳卜真地朱鸟，三羊三豚三犬。意思是在丁巳日进行占卜，祭祀卜问地朱鸟，并献上3头羊、3头猪和3条狗作为祭品。现在很多地方对真地朱鸟的解释是要求帝王祭祀朱鸟，这显然是有很大疑问的。因为地字在甲骨文中通常是指被祭祀的对象，可以指天地或者祖先神灵，那么地朱鸟就可能存在2种意思，一是地和朱鸟，二是地的朱鸟。而这次祭祀的祭品是羊、猪和狗，这在殷商祭祀中属于中等的祭品，不可能用来祭祀天地，所以排除了第一种意思，那么地朱鸟就只能理解为天地的朱鸟。那么为什么要祭祀天地的朱鸟呢？前面提到的《山海经》中已经说了，纯鸟是司地之百福，司地之百福也就是司地之百藏的意思，所以这条卜辞的本意很有可能是想通过祭祀来卜问朱鸟当年的农作物是否能够丰收。到了周朝，纯鸟的地位进一步提高，因为除了视频开头提到的周文王目击朱雀祥瑞之外，周在星空的分野就是南方七宿中的纯火。在古代中国天文学中，分野是指将天上的星宿区域与地面上的周国相对应的一种观念。这种观念最初是为了配合占星理论进行天象占测而形成的。简而言之，以在不同星域发生的星象来预测地面上对应地域将要发生的事情，也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天人感应。纯火也就是南方七宿中的柳、辛、张这3宿所在星域发生的星象，被用来预测周的吉凶福祸。国语周语下中说，西武王伐殷，岁在纯火，其本意是想说代表着祥瑞的岁星，也就是木星出现在周的分野，预示着周的昌盛，从而说明武王伐纣有天命依据。而学者们则利用天文知识，根据岁在纯火这4个字计算出了3000年前武王伐纣的准确时间。所以在西周早期，纯鸟朱雀就已经备受尊崇，与青龙、白虎、神鹿一起组成了天之四象。彼时龟蛇一体的玄武还尚未登场。当时间来到春秋时期，凤凰和朱雀之间开始出现了文献记载上的交集。春秋时的秦经中说，青凤谓之和，赤凤谓之纯，黄凤谓之燕，白凤谓之素，紫凤谓之浊。可见东周早期时的古人认为凤有多种颜色，其中红色的凤就是纯鸟，朱雀是凤的一种。当时间来到战国末期时，富于想象力的楚国人给朱雀安排了一份神圣的工作。楚国的老演员屈原的《楚辞》中说，飞朱鸟使先驱兮，驾太一之象于。朱雀成了楚人信仰的最高神太一车驾前的领班，这个身份也造成了汉朝时人们对朱雀的一个独特认知，我们稍后会详细说到。楚国人的何冠子中说，凤凰者纯火之禽，又明确将凤凰归类成南方朱雀的下属，两者的从属关系直接颠倒了位置。秦统一中国后，纯鸟的地位仍然不容撼动，原因是秦国的分野就是纯手。单就分野来说，是纯手灭亡了纯火，统一了中国。但这还没有结束，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楚国人刘邦打败了另一个楚国人项羽，建立了大汉王朝。极具戏剧性的是，楚国的分野就是纯伪。也就是说，从武王灭商直到大汉王朝建立的这800多年间，竟然只是南方朱雀分野间的一场内战。时间来到汉朝，朱雀的地位可谓是扶摇直上。淮南子中将朱雀和青龙、白虎、玄武、黄龙一起并称为天官五兽。又因为朱雀是太一出行车驾前的领班，所以汉朝时人们将朱雀的形象刻在墓中的画像石上，寄望让朱雀引领他们深入天界，从而永生而不死。到了汉朝后期，道教将朱雀等4象吸纳为护法神，他们认为是4象合力创造了世界，是天地之主，甚至还有朱雀之气腾而为天，朱雀之志降而成地，朱雀单独创世的记载。呜呼，这让同样诞生于东汉末年的盘古情何以堪。在汉代论衡一书中，凤凰的行情进一步下跌，竟然被认为是星神朱雀之精刘毅所化成的。换句话说，凤凰是朱雀的精气所诞生的，两者从前面的从属关系变成了父子关系。
在东吴时代的七帝子庭诞生经里，更贴心地给四象分别取了名字，青龙叫孟章，白虎叫坚冰，玄武叫直明，而朱雀则被称作灵光。道教还将朱雀进一步拟人化成为一位仙官，称其为灵光神君。唐朝正统道藏收录的《混元八景真经》中说，南方丙丁火，卦主离，其象朱雀，火神也。彼时的朱雀地位依旧不容撼动，并被唐朝官方尊为火神。到了宋朝，凤凰和朱雀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微妙。宋末元初文献通考中说，纯凤也，赤凤谓之纯，盖凤生于丹穴，纯又凤之赤者，故南方七宿取象焉。凤凰得到了平反，重新回到了春秋时期对朱雀的主导地位。但沈括的《梦溪笔谈》中却说，或云朱鸟即凤也，故谓之凤鸟也。这里又笼而统之地把朱雀和凤凰之间画上了等号。此后一直到明清，朱雀作为四象之一的地位从未动摇过，直至今天。它的形象也从最初的纯鸟逐渐演变成一只象征着火焰的红色神鸟。凤凰和朱雀原本就是不同信仰和神话源头的产物，它们各自都能展现华夏灿烂文明不同的延宕脉络，但因为某些相似性，让这两个原本并无关系的神话元素产生了交集。它们之间的关系变化数千年来都没有停止过，可谓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朱雀到底是不是凤凰，就连古人都各执一词，更何况今天的我们呢？喜欢上古神话故事的朋友们，可以关注我的上古神话那些事系列文章和视频。我是只说自己观点的大脸怪，谢谢您的观看，再见。